今日15，大日已至，八方神仙与我神力，四方天兵前来相助。捉刘安，攻陷长安，顺天意，经大道，取代刘彻，登为新皇。即使天兵神仙，也不会助大王逆天而行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怎会知我密事？久居淮南王宫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兵一马，有什么我不知道？哼！以往每日午时总南巡大王踪影，只要稍微注意，不难探知你在这里装神弄鬼、做法求仙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原来你真的是刘彻的奸细！什么奸细？我是名正言顺由皇上派来，平乱除奸的特使。呸！你凭什么？就凭大汉皇帝的圣旨。皇上有旨，淮南王因劫宾客，抚巡百姓为叛逆事，即刻捉拿，押回长安，依法论处。荒唐！这是我淮南疆土，刘彻的圣旨在这里算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抓住这个奸诈细作！抓他呀！抓呀！原来你将我的人都买通了，你们这帮叛逆之徒！他们并非叛逆，只是顺天而行，不想与你同流合污罢了。这御赐虎伏在，不听令者，才是叛逆。如今你大势已去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那衡山王刘赐与我一同起兵，看来也是我一厢情愿了。段某前不久已经告诉刘赐虎，你坐拥江山之后，根本不欲信守盟约，既不打算封他为相，亦不会重用其子，而是伺机杀他，吞并其风头。你以为刘赐会怎么做呢？你名为合纵，实为离间，挑拨我兄弟。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！枉我还曾救过你父亲，待你如此，你竟然如此的报答我！你休再假惺惺了，家父根本就没有什么避嫌小受的信物。当日我假意提及父亲，只为示你居心，没想到你竟然顺势拉拢，更证明你心怀不轨。我心怀不轨？那狗皇帝所作所为，那就是光明正大。你那两位好友，窦婴、灌夫，为刘彻效忠卖命，最后落得怎样的下场？我只有灌夫，骂作本并不至于死罪，就因为他知道你与田汾合谋作反，才会被害而下死狱。但是下旨杀他的是刘彻，刘彻杀的还有窦婴，当初是合情以重，但是一个诬陷说辞就随意生杀，这样的皇帝，值得你为他出生入死吗？天下厚颜无耻莫过于你。窦大人并非被皇上赐死，而是他一片担心，为天下万民甘以死诱，让田汾疏于防范，以便抓住你这与他谋反的逆贼，再牺牲自己。看来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窦大人以己性命，免百姓于战祸，忠诚可敬。皇上早已承诺，把你押回长安正法之日，就是共济忠烈之时。你以为止住了我，就可以回长安邀功了？你可以买通这几个兵卒，却不能买通整个淮南。是吗？参见大人，淮南各城已降，刘建已交出兵权。时到寡助，刘赐倒戈，连你的孙儿刘建都归降大汉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从一开始，你就对我提推恩令。
已经在谋算我了。离间我与孙儿亲信的关系，你好狠毒啊！若非你只重权位利益，不顾亲情，又岂会自陷众叛亲离的境地呢？你们跟随那狗皇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刘安起义是替天行道啊！你若俯首就擒，我也不会为难；若你执迷不悟，我便不会让你逃出此事。此乃窦大人所赠宝剑，你若反抗，我便以此手刃你这叛贼。要杀我吗？可杀了我也阻止不了刘彻的败亡。淮南重兵就握在我儿子刘谦的手上，现在应该已经出发攻长安了。我谦儿才是秉承天命的真天子，他定会为我报仇，灭尽你们这帮狗皇帝的兵马。恐怕你的谦儿也不能助你，因为他早已身首异处。谦儿众将听令，在！五福在此，将叛贼刘安拿下，押回长安，以正法。谁都抓不了我，也杀不了我。我谦儿升天，也差天将来保护我。完全天将围绕着我，护卫着我。本神乃上天所派，下凡济世安民。你等不知感恩，反诬陷于我。你们不配有新君护士！把他拿下！我已经得道成仙，鸡犬相闻，都可以升天。刘彻永远都杀不了我。参见陛下，臣没有失信于陛下，淮南叛乱已经平静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护国除奸，是臣职分。陛下交给臣这虎符，足以证明陛下对臣的信任。臣即肝脑涂地，无以为报。朕虽给你虎符，但你不费朕之兵卒，不用朕损兵折将，便阻止了叛乱，这是天大之功啊！臣不敢居功。无需谦让了。窦婴灌夫如今死能瞑目，正因你证实，当年就是刘安与田汾合谋作乱。这是臣在刘安密室中寻得当日田汾与刘安相通的密函，这就是他们谋反的铁证。好，这铁证正好作为祭奠之物。若田汾未死，
朕必将他五马分尸，以祭窦婴。窦婴，当日天芬暗施诡计，你不得不因伪造圣旨而无辜枉死。目前只有臣死，让天芬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，而疏于防范，也好让陛下趁机找出他的罪证，以便吞并不法，一举铲除天芬及其合谋一党。臣恳请陛下原窦婴必死之志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叛逆者都已伏法，窦婴你就安息吧。淮南已肃，位告英灵。耿耿忠心，无愧天地。窦洪，朕今日还有一事，要向你置酒道歉。道歉，陛下，这是所为何事？皇后驾到！皇后金安。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皇后金安。段大哥免礼吧。子夫终于喜见段大哥平安归来。但臣为何觉得皇后并不欢喜啊？其实你在淮南期间，朕已经找到你父亲，可是他当时已病重。朕虽派御医全力诊治，可用尽千方百计，最后还是返还法术。皇上未免段大哥在淮南心绪不宁，一生危险，故此没有立刻通知你。但是皇上已命人暂时将段大叔安葬，且臣只想知道，家父离世时是否安详？段大叔在御医等人照顾下，想必是安然而逝的。孤独病重，苦后亲儿，含着怨念遗憾，又怎会安详？段大叔如果泉下有知，也不希望看到段大哥你如此悲痛，伤了身子。朕已吩咐卫青协助重为你父亲大葬之事。为父举丧是人子之志，不必劳烦他人，请陛下恕罪。你为遏制叛乱而无法与父亲作别，朕一定会严惩乱党，让你的牺牲值得。你在淮南立下大功，朕会先复你郎中令原职，待淮南余党及衡山王叛党权倾剿后，再做封赏。平乱一事，臣不敢居功，难以领受封赏，也不必官复原职。皇上，张功臣已表示天下，段大哥无需自谦而惧赏。况且，你贬职只是为了平乱，如今叛乱已定，官复原职也是理所当然啊。臣身为人子，与父失散多年期间，未能晨昏定省，临终竟也不能尽孝，心中有愧。
陛下，臣妾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臣妾以为，段大哥确实有过，不能封赏。大汉以孝立国，推崇孝道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段大哥曾居高职，却未令段大叔显名显贵。陛下如果让段大哥重居高位，恐怕只是更招其害。段宏未能弑父，确实不孝有过，不应接受封赏。但他平定叛逆，忠君有功，朕也不能不赏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何不将功归于段大叔，为其建功德祠？陛下既能赏功，段大哥也能尽孝，让段大叔显名显贵。父亲生前，臣未能尽孝，臣只求父亲死后荣耀，望陛下成全。段中教子有方，让朕得绑臂段宏，堪配其名。下旨，此段中功德祠，让他名显天下，万世传颂。谢陛下隆恩。想你回来，一定会祭段大叔，所以做了些乡间小食，好祭为段大叔的在天之灵。蔡老磨、魁祖羹，还有豆叶羹，皇后还记得我父亲常吃这些。段大叔有恩于我，我心中一直挂念，只是始终没机会报答他的恩赐，为他做一次菜。此生无缘，我又是鲁钝，父亲多番指点，我就是学不会吹嘘。后来学会了，想吹给父亲听，可已经失散了。到如今，阴阳两隔，段大哥，夜依旧，曲依旧，月色也依旧，只是物是人非，听训的人都已经不在。子夫未能助你们父子团聚，子夫对不起你。我要谢谢你，你亲做这薄画，让父亲盖棺升天，我感激不尽。我每次看到这画中景象，就仿若父亲在身边，与我对奏，对我慈祥，为我上头。段大哥，你的训声，你的孝心，你的眼泪，段大叔一定看得到，也听得到。当日，为了你在淮南安全，我们不能公然厚葬段大叔，但姐姐细心，将段大叔葬于骊山之上，面向东南城门入口。这样，段大叔他就可以看到你的凯旋，
看到百官城门相迎。子父，谢谢你。你为汉尽忠，段大叔定以你为傲。段大哥，段大叔此时为你喜，也会因你的伤心而悲。为了他，你要振作，抖擞精神。我会的。你们放心。有皇后和大将军在，就不用朕再劳心了。参见陛下。你深夜前来，可有急事？廷尉监已在淮南王宫搜获全部信函文书，并送回长安，其中与刘安私通的王侯百官，臣已整理在册，请陛下批阅。好，办得好。藩王公卿大不乏人，这伪善的刘安果然广结党羽，扰我清静，恶不大汉。还要忠臣名节受辱，忠孝难全。张汤，臣在。把这帮乱臣贼子缉拿归案，一个不漏。诺。还有事？回陛下，这名册上还有平阳公主的夫婿汝阴侯。陛下，张汤已把长安内外、封疆各郡与刘安勾结的皇族公卿们，都一一逮捕查审了。张汤执法已严，无需你出兵平定，这就最好。叫你来，正因为长安危机已过，可以解除严密戒备，恢复平常防卫，兵士也可按常请告轮换。臣遵命。陛下，平阳公主与汝阴侯求见。终于来了。宣。诺。参见陛下。姐姐，快起来！朕一直惦念你，一切可好吗？我很好，多谢陛下关心。陛下操劳政务，更要保重龙铁。政务虽忙，可朕却神清气爽。想到奸邪逆反之徒已消，作乱者绳之以法，只觉痛快。请陛下恕罪。臣身为皇亲，竟无察觉淮南叛党的阴谋，实在愧对陛下。朕的姐夫不只是淮南叛党的座上客，还与刘安书信往来。到底是为查阴谋，还是代为隐瞒，甚至同流合污？不，陛下，臣冤枉了。臣与叛党只是交际应酬，与刘安的书函只是谈论天象、养生。臣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啊！臣真的是冤枉的。谁知那些天象养生当中，会否暗藏密语？你与叛党交往甚密，还敢说朕冤枉你？不敢，臣不敢。公主知道臣是清白的，臣与他们只是饮酒赏花，做了应酬，从未议事论政啊。夫人，你说句话呀！臣对陛下的一片担心，公主你是知道的。我不知道，陛下，他的心我不知道。陛下，我只是知道，他经常穿梭淮南汝阴，
与刘安亲信吃喝玩乐，其间有否筹谋作乱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有我诗集书句，他有他烈焰风流。我耳畔仿佛回想着他当日的一番话。如果见到俏丽佳人在他的马车上，又或者在床榻上，劝我都不必惊讶，因为他与我各不相干。好一个夏侯婆！当初在长安，你不顾公主，独自去狩猎，朕召你入宫训话，你都忘在脑后。臣没有忘啊。当初朕说，若敢辜负公主，你会如何？小爵，处死。可你明知故犯，看来你眼里也没有朕。不，来人，在，把夏侯婆拉下去后斩。陛下饶命啊！夫人，救我！慢着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汝阴侯不能杀。汝阴侯一命虽轻若泥尘，但公主的名声却是重于泰山。公主在天下人心中是大度、正气的女中豪杰。若其夫君因叛乱之罪而被处死，公主忠诚爱君之名必被辱及。只怕届时公主无辜，陛下为难，众亲唏嘘。夏侯婆叛乱之罪，朕为公主压住，但她有负公主，公然违背朕的告诫，仅这一项，已是死罪。夏侯婆种种荒唐，伤害公主至深，便是死10000次都不足惜。但若以私德不检而判其死罪，世人必说公主遇人不淑，所嫁非人，也有损公主颜面。为了公主声誉颜面，望陛下收回成命。姐姐，你以为如何？这个人是生是死，与我无关，请陛下定夺。夏侯婆，你一不忠于我大汉，二不忠于公主，可为保公主名声，朕不得不饶你一命。谢陛下不杀朕！谢陛下！谢公主！谢公主！今后，公主与你再无夫妻之名，生死不复相见。你滚回你的汝阴！若以后再行差踏错，朕定要你不得好死！谢陛下！还不快滚！这几年委屈了公主，真是日久见人心，应该是至亲。风流快活之时，有妻若无；大难临头之时，才低声下气。倒是大将军，纵使已非主仆，始终处处维护支持。平阳敏感务内。当日平阳侯临终嘱托，要我好好照顾公主，卫青一直不敢忘记。何况公主对卫家有大恩，公主有难处，卫青定会挺身相护。你是忠义之人，守信而不忘恩。只是你可知道，当日公主勾结外戚，图为谋权，那些谣言全都是夏侯坡散布出来的，目的正是要你我避嫌疏远。也许真是天意，你我也只能顺应，怀恨抱怨，仅会徒增不快。公主，梦魇过，
请珍惜现在，走好余下的路。是，但愿前方终有美好相待。卫青，未忘做公主牛马，为公主所许的承诺。只要公主需要，卫青定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此志终生不移。此般君子，本要真心待我。苍天，为何就不肯成全？居儿是在蹴鞠吗？是啊，孩儿见过父皇。臣拜见陛下。来来来，都起来吧。过来。居儿越来越懂礼仪了。这是母后教我的。母后说，不许忘礼仪，先识礼，后做人。好，你呀，母后教给你的，你就全记着。我教你蹴鞠，你转头就忘了。朕的皇儿怎会学不了蹴鞠呢？来，去练习一下，回头表演给父皇看。诺。今日怎会有如此清闲，带居儿来此蹴鞠啊？选罢新兵，本来去向姨母问安，却见姨母在编织什么东西，忙个不停。我不想扰她清静，就带大皇子出来玩玩。皇后最近在为段宏赴丧一事忙前忙后，还有织东西，织什么？说是芊芊结。芊芊结？芊芊结，母后说芊芊结是要送给自己最爱的人的。哦，原来是送给陛下的呀，怪不得姨母织得如此用心。千种相思，千结不解，交头期中，谁可离去？走吧，陪居儿一起蹴鞠。喏，来，居儿，你父皇的蹴鞠也不错，父皇来教你，学着啊。好啊。来。多谢高人指点，这是孝敬你的。这生了皇子啊，待遇就是不一样。你不知道，那凤凰殿有多华美，多壮观啊！还有那一声声的夫人，才刚开始而已，别尝了好处就得意忘形。怎么会呢？有了皇子是添了风光，但其实皇上还是和皇后母子比较亲厚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因为皇后忙着为那姓段的办父丧，皇上可能也未必会常来看小皇子。你说姓段的，可是那郎中令段宏？应该是吧。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郎中令了，之前被皇上贬了官。巫女楚服，妖惑咒诅，煽动内宫，罪不可赦，特处以腰斩，偿极刑之痛。行刑！说来奇怪，他和皇后的关系好像很亲厚。他父亲死后，皇后忙里忙外的，好像在为他自己的父亲办丧事一样。这位公子，公子，人海茫茫，相逢即是有缘。公子似心有烦忧，能否让在下为你测字分忧？不必了，我既不信机缘，也不信卜卦。看公子神色，想必心中有隐情难诉。
所谓命数，全在机遇。刚好兄弟举枝喝酒，不如在下就帮你算这个枝字，看看能不能帮到公子。这枝是陶制，陶出于土，土属贫贱，想必兄弟出身家贫吧？这枝字上半部，也是后字上半部，枝与后二者相近，就让在下斗胆猜测，兄弟应该与我们当今的皇后颇有渊源，甚至有点亲厚。看来是京官呐，失敬失敬。你见我衣着光鲜，故此推测罢了。哼，不过你只能得半生功名，这之字可拆为恶字。恶即困也，兄弟看似显大，实则功名之路难顺吧？官场之上，高低顺逆常有，这种说辞，放之四海皆准。这之又可拆为节，节字形委屈难书，兄弟虽然表面豁达，但是满怀心酸，郁郁寡欢，情路坎坷。以之论你一生，可用3句话来概括：半生功名，一生寂寞，情路坎坷。我已说过，我不信卜卦。先告辞了。你信不信无足轻重，只要有一个人信就够了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免礼。收到皇后的邀请，朕正事做完，就马上过来了。谢陛下，臣妾请陛下来，是有东西要送呈陛下。陛下，请看，这是巨儿今日学的诗，特意抄来送给我们。妻子好和，如鼓琴瑟，兄弟既兮，何乐且战。巨儿每日都学诗写诗，以学圣贤之道，却专挑这篇要送与我们。他说呀，他很喜欢诗中所描绘的情景，一家兄弟和睦，夫妻子女也快乐，就像是琴瑟共鸣一般和谐。巨儿果然长进，字迹工整有力，又偏好兄弟相宜、一家和乐的诗，不枉子夫潜心教导啊。臣妾也并未对巨儿多多说教，没想到他小小年纪能如此懂事。也许是皇宫上下相敬相亲，巨儿见闻其然，便有此觉悟。陛下喜欢就好。那臣妾就带巨儿将这书简送给陛下。这便是子夫送我的礼物吗？不止。今晚天朗气清，臣妾还想邀陛下于庭院共进晚膳。臣妾刚做了廷果羹，试了几次才得以成功，想请陛下品尝。好啊。红儿长得真快啊！昨日还是襁褓中的婴儿，今日已经牙牙学语了。是啊，臣妾第一次听到红儿叫人，高兴的都流泪了。参见陛下。啊，皇桑，你来晚了，红儿已经睡了，所以你听不到她刚才咿咿呀呀的叫父皇了。民女恐怕以后再也不能伴着妹妹看着红儿长大了。这是为何呀，姐姐？母亲催嫁，之前还替我约了相公问姻缘呢。相公算得可准？准不准我不知道，
但是连段大人都找他测字，应该很有本事吧？段大人，你说的可是中尉段宏？好像是，就是常跟在陛下身边，很威武的那位。他也去测字？是啊，应该也是去测姻缘的。当时啊，我坐在旁边等候，听那相公说，他的情路多舛，功名之路难顺呢。姐姐啊，那相公分明是骗人的嘛！那段中尉一直在皇上身边办事，又怎么会功名之路不顺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他是这么说的，还说什么与皇后关系亲厚，看来都是不准的。姐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怎么会与皇后有关呢？要胡说也是那个相公，当时他用个之字，说段中尉与皇后有渊源，感情深厚，又说之字有弯钩，是后字的延续。什么颇有渊源，相随相守，纠结以傍之类的话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说了一堆，都没有说说那相公测你的姻缘又如何啊？他说我嫁得不错，没有什么纠结的孽缘。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亲临，可有要事？今日云高日朗，晚上圆月一定赏心悦目，所以朕来与你赏月合奏。下去吧。诺。朕刚才见你脸色不好，是否心有烦忧？臣只是压抑于陛下亲临，未及迎驾，实在失礼。不必拘谨。最近皇后为你父亲后事忙前忙后啊。臣蒙陛下与皇后圣恩，厚葬家父，还修立功德祠。臣感谢陛下与皇后对王父的恩泽。你为大汉安定，出生入死，这些都是朕与皇后对忠臣应做之事。不过，真正能安慰死者的事，却非我们能定。陛下指的是，丧礼祭典再隆重，也不如为你找一佳丽赐婚，传宗接代，让你老父泉下宽怀。只是不知你心意，还惦记那个关外的女子吗？臣已将她放下。是吗？那发结也没留下吧？发结已弃，情义已逝。那如今可有意中人？一如当年，臣无心思虑男女之事。既然已弃旧情，何不另觅佳人？也许是臣肤浅，缘分一直未到。缘分未到，还是缘分早在，只是欺瞒偷窃？臣愚昧，不知陛下指的是？你腰间所系锦囊是皇后所送吧？是皇后体恤臣下。你与皇后关系向来亲厚，皇后体恤臣下，关顾后宫，春送脂粉，冬织裘衣。可她送你的锦囊，却有千千结。臣不明白，这千千结是指何物？就是皇后为最爱所做的信物。臣这锦囊里面装的是王父旧坟立碑之时，皇后替臣下所留下的坟头图。若你无千千结，为何方才见到朕，神情便恍惚紧张？真无愧于心吗？
或是那千千劫藏于别处，朕要找也是不难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在庭院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女子，查问之下，竟是淮南叛王刘安的义女丽姬。走走！臣罪该万死。段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在里面听到皇上来了，害怕被发现会牵连到你，我一着急就躲在庭院。谁知道，我对不起你。大胆段宏，你竟敢私藏逃犯！段宏，你真是给朕出了一道难题啊！陛下，任何事都不许打扰。可是皇后在外求见。陛下圣安。臣妾听闻段大哥窝藏逃犯一事，不知朕正不知要如何处置他。朕下旨严办叛乱余党。那庄助不过收了刘安的礼，张汤奏请诛杀，朕也准了。可他竟敢把刘安义女藏于宫中，这是形同合谋造反。臣知罪。陛下，段大哥只身犯险，平息淮南叛乱，立下赫赫大功，他定不会谋反。朕知道他不会，朕也知道他功大。可是，你真自恃功绩，便为所欲为，以为朕真舍不得杀你吗？罪臣从未敢贪功，正因为自知私藏侵犯死罪一条，故先前陛下的封赏，亦不敢接受，也不敢负原旨。那段大哥当时不是因丧父而心有愤懑？臣公务在外，陛下没有及时通知，全是在情在理，臣怎会有愤懑？只因臣自知不止不孝，更是不忠，才愧不敢受。既知不忠，你还敢明知故犯？段大哥，你是否有什么隐情？你若有苦衷，不妨直言。陛下知道你忠义，若是情有可原，相信陛下也会酌情处理。起来说吧。谢陛下，谢皇后。丽姬本只是淮南王宫里一个歌姬下人，只因刘安以为她与臣投契，才收为义女，以拉拢臣。但你怎知，她不是刘安真是暗查你的？臣也曾怀疑，但若非丽姬以自身清白做掩护，臣恐怕早已暴露身份，虎符也早已落在刘安父子手上，根本就不能将刘安一党尽灭。丽姬一个贫弱女子却舍身相救，臣岂能任她无辜背上叛党亲属之名而受株连？请陛下明鉴。既然如此，段大哥何苦犯险藏他，而不向陛下言明？请陛下公正查清，以还他清白。刘安死后，我本想放走丽姬，可陛下已下旨，扣查刘安一切亲属。臣眼见当地官吏不多审问，便直接用刑，怕丽姬屈打成招。臣也见情势危急，只好带丽姬回长安。本想禀报刘安之事后，再向陛下请罪。可陛下已下旨严惩，臣只好将丽姬安置在城中府里，不时给她置办日用之物，等待时机另谋计策，以保她安全。但臣终日惶恐，事件未接。张汤果然在长安各家各户中搜查，甚至要搜查臣的府邸。臣不敢让丽姬走，更不敢让丽姬留在府里。所以段大哥就带她入宫，藏于卫所之内。这是唯一不会被搜查的地方。糊涂！就算朕信你，你又如何取信于群臣呢？你在淮南日久，是丽姬无辜而获救，还是你被女色所迷？说得清吗？臣该死，但丽姬对臣有救命之恩，臣就是死，恩不能不报。你就不怕被控，藏贼宫中，危及帝后安危？到时候就算你有千百颗头，也不够砍。臣愿领罪伏法，指望陛下饶丽姬一命。段大哥，你对丽姬处处维护，甚至以命相抵，
你们之间是不是已生情愫？臣在淮南得骊姬相救，又得其照顾，虽然公务在身，但仍不禁情愫渐生。你保他时奋不顾身，说起他却吞吞吐吐。你与他是否已经越礼了？陛下，臣妾恳请陛下让他们二人成婚，这既是成全有情人，也让段大叔泉下有知，为儿子成家而宽慰，更随臣妾盼望段大哥缔结良缘的心愿，以谢段大叔当年赠食之恩，请陛下为段大哥与骊姬赐婚。朕本想厚赏功臣，将功劳归于其父，实为足偿段宏一半之功。如今有此利人，可谓忠臣之心。朕今就赐你二人成婚，骊姬既早已归降，自然无罪。张汤之流，若敢问根究底，叫他找朕便可。陛下英明，段大哥还不谢恩？谢陛下隆恩，谢陛下赐臣与骊姬成婚，谢皇后。陛下，皇后，皇子刚刚找皇后，等得累了睡着了，奴婢现在就送皇子回寝殿。不必了，就让他在这睡会儿吧。诺。下去吧。菊儿身上的是否就是芊芊结？是啊，菊儿喜欢就织了给他。陛下何以知道这芊芊结，还如此在意？朕只是听闻这种绳结是织给挚爱之人。原来子夫的挚爱是菊儿。菊儿当然是臣妾的心头肉，至亲至爱的人了。那朕……陛下是臣妾的夫君，亦是臣妾的天。不单是臣妾的挚爱，还是臣妾心中至尊至敬的人。朕之前确实忧心了一阵子，听去病跟朕说，你之前一直在编芊芊结，又听菊儿说是给最爱的人，朕以为不久就会收到，谁知盼来盼去，却盼来了菊儿学诗的书剑和子夫的停果羹。这么说，那是臣妾怠慢陛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今晚就留在交房殿，你好好的补偿朕吧。一切尽随夫君心意。皇后，请看，给红儿做的。这个是做给大皇子的，玛瑙珠可福佑平安，挡灾辟邪。臣妾想给2个皇子都做一串配饰，可以凝神护身。做得很精巧，他们俩一定会喜欢的。等另一串也做好了，再亲自一起送给2个皇子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不偏。难得你想得如此周全，那本宫以后就多带菊儿来看弟弟，让他们多相处。嗯。弟弟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大皇子饿不饿啊？王夫人准备了小点，奴婢去拿给你。好。生了红儿，才知道做母亲实在不容易。臣妾真要多多向皇后请教育儿之礼，让红儿长大后也像大皇子般伶俐懂事。妹妹不必太过担心，我看红儿很乖，甚少哭闹。
但他要是闹起来，我整夜抱着他，他才肯睡。我的手臂麻了都不敢动呢，生怕把他吵醒了，他又闹。臣妾最听不得我的红儿哭了，他一哭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这一说起来，我又想他了，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又哭着闹着要找母亲呢？那我们去看看。嗯。红儿，快传御医。诺，你为何要打弟弟？母后，你怎么能忍心打自己的亲弟弟？无缘无故，何以闹成皇子受伤这种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母，你说。奴婢该死。当时奴婢与巧巧去拿食物给二位皇子，谁知回来听到二皇子在哭，我们进去一看，就发现二皇子的额头上有伤，而什么？而大皇子手里的摇骨上有血。陛下，臣妾没有冤枉大皇子。巧巧，如母所言是否属实？你无需顾忌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知无不言就好。诺，确如乳母所言，但奴婢并未亲眼看见大皇子打二皇子。那寝殿里还有别人吗？当时确实只有2位皇子在场，而且染血摇骨也确在大皇子手中。菊儿一向温顺，怎会发生今日这种事？你常说菊儿熟读圣贤，这是兄弟既息，何乐且战吗？菊儿幼萌不识人事，今日之事，皆因臣妾治家不严，教子无方，求陛下责罚。责罚你，菊儿就会长进吗？他小小年纪就残害兄弟，长大了岂不……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臣妾也无话可说。臣妾只求陛下保重龙体，切勿动怒。幸好御医医治及时，红儿的额头不会留下伤疤。可怜红儿，一定疼痛难当。我的红儿，小小年纪就受这般折磨。臣妾倒希望大皇子打的是臣妾。菊儿所作所为有违孝悌，背弃人伦，实在可恶，绝不能纵容。他人在何处？臣妾已罚他在传德殿静思己过。高祖闻治天下，孝闻亲尝汤药。薄太后御下有方，窦太后匡扶幼主，王太后慈爱敬长。这传德殿中，铭刻的是功德，传承的是仁义孝亲之情。今日你就在此好好反省，想想先人教导，想想自己错在哪里。若是想出来，便跪下向先祖认错。虽说刘据受罚了，但看着妹妹伤心欲绝，想起自己一直瞒着她，我就……不，万万不可心软。王燕不比你，她什么都藏不住。若是知道了真相，燕能成大事。这个我自然清楚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狠心的瞒下去。你要她真情流露，现在她那爱子之情，皇上看着就动容。你妹妹最大的本领，就是凄楚可怜的样子，能抓住军心，把皇后母子推进火坑，那才是好事。这个算是做到了。现在皇上对皇后还有那大皇子大动肝火，说要严惩，你这招确实奏效。知道刘据要来看弟弟，你要我事先藏在妹妹寝宫的屏风后面等待，
等乳母和巧巧出去了，我就有机会下手了。哼，一切有如天助，那刘据果然跑开了。我马上就从屏风后面出来，拿起摇鼓，狠狠地打红儿的额头，然后马上躲起来。看到刘据拿起那摇鼓，我就知道他自投罗网了。可是我却笑不出来啊。该笑不笑，怎成大事？这下所有的人都以为刘据生性顽劣，残暴凶狠。如此于你，与你妹妹，还有那小儿，都是天大的喜事。我知道是喜事，可是红儿，她毕竟是我的生儿啊！一出母胎我就照顾着，听到她哭的都喘不上气来，我这……哎，荣华富贵，你要不要？那就别再说这些丧志之话。过些时日，我再给你们使一个此消彼长之法，到时候你妹妹和那生儿的权势富贵，都会此消彼长。但是要切记，一定要狠，而且王爷绝对不能知道真相，只有假戏真做，才可以让庶子成龙。参见母后。你为何不跪？母后，你说要我想想自己错在哪里，若是想出来，便跪下向先祖认错。但儿臣没有错，找不到跪的理由。那你跟母后说，你认为自己无错的理由。儿臣喜欢弟弟，看到弟弟哭，便拿摇鼓来逗弟弟笑，却看到弟弟额上流血了。儿臣不明白，更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母后和其他人都骂儿臣。母后，儿臣这里好疼。什么？你放了句儿？是。来，把草药包好，拿去给王夫人。嘱咐夫人，要按照太医令的处方敷在红儿的伤口上。诺。菊儿承认伤了红儿，有悔过吗？没有。那你怎可放她？皇后不是说过，要菊儿静思己过吗？臣妾确实说过，但是回想起来，该要思过的不是菊儿，而是臣妾自己。你即使再自责教子无方，又有何用？现在该做的事，就是教好儿子，要让儿子明白孝悌之道。臣妾之过，不在于教子无方。臣妾身为后宫之首，没有照顾好两位皇子，是臣妾之过。没有查明事情始末，就莫名处罚菊儿，是错上加错。作为母亲，没有体察儿子的心情，没有细听他的冤屈，没有信任他，更是大错特错。皇后言下之意，难道是王夫人使计伤害自己的孩子，在污蔑菊儿？臣妾并无此意。臣妾只是不想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，就定论是菊儿之错。当日寝殿并无他人，菊儿手执染血摇鼓，这是你自己的侍女巧巧的供词，难道还不算凭据？王夫人入宫3年，素性怯懦单纯，不懂撒谎。朕单凭她一个眼神，就知道她的心思。她最近憔悴难过，全是真情真意，怎么可能伤害骨肉来诬陷菊儿？陛下，臣妾从未怀疑过王夫人，母子连心，王夫人难过是假办不了的。何况哪里有母亲
会忍心向亲生骨肉下毒手，事后还能振振有词。既然如此，王夫人冤枉巨儿就更说不过去了。皇后对巨儿不处不罚，就不怕落下护子徇私之名吗？王夫人入宫3年，陛下已体察入微，知她孰真孰假。可臣妾与巨儿7年母子，巨儿的品性，臣妾更是了解。巨儿一向爱护弟弟，怎么可能忍心去伤害他？陛下，臣妾看到巨儿一脸的无助，哪像是不知悔改，惧怕责罚而撒谎强辩。巨儿一向稳重，朕也不愿相信是他所为。可人证物证皆指向他，叫朕如何不信？陛下，可知道巨儿在传德殿对臣妾说过什么？巨儿按住胸前，说她真的好疼。疼？巨儿也受伤了？巨儿说的是她心疼。她说见到弟弟受伤流血，她心疼；见到母后为他忧心难过，她心疼。可是她最心疼的是一向疼爱她的父皇，竟然不相信她。巨儿问臣妾：“父皇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会伤害弟弟？你真的相信你这个儿子会忍心伤害弟弟吗？”